中国四大名鸡，如今风头最盛的便是清远鸡。清远是广东省最大的地级市，但我感觉这座城市的知名度甚至还不如它的鸡。当地为鸡做了一个文化馆，连游乐场的名字也叫麻鸡。今天的旅行是一场寻鸡之旅。广州已在4月8日入夏，北上的都是从夏天开往春天的列车。日光倾斜，城际列车乘客稀少。广州的春天太短暂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踏一次青，放一次风筝，甚至不曾认真驻足观看一束热烈浓艳的木棉花。到达清远市的青城站。清远是广东省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，与广州接壤，极限临近中国最富裕的珠江三角洲。清远的经济发展却非常落后，人均 GDP 与甘肃省相差无几，令人非常意外。飞来湖公园大门左边是引吭高歌的灵魂歌手，歌声里没有半点人情世故，全是青春回响。大门右边的背负式吹风机底气很足，他唱的是夜曲。这就是清远鸡文化馆，巨大的清远二字已经成为清远的网红打卡点。一家公司在搞团建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中午必定要集体吃鸡。清远鸡文化馆是由当地一家私企投资建设，董事长的人生口号是一心做鸡，一生做鸡。这个鸡文化馆是免费开放，地方不大，却也有不少看点。鸡是名门之后，祖先名号报出来，没人不害怕。1.5亿年前，鸟类从恐龙中进化出来，鸡又是从远古的鸟类进化繁衍而来，所以鸡是恐龙的直系后裔。当你看着盘中的黄焖鸡德州扒鸡，你可以想象成黄焖恐龙、德州扒龙。古人对鸡的评价很高，说它有5德：鸡头有冠，说明有文者之气；鸡脚有坚硬的角质，说明有武者之气；面对强敌而敢斗，说明有勇者之气；发现食物后马上告诉其他鸡，说明有仁者之气；守夜准时报晓，说明非常守信。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，因为你一旦认真去比较，你会发现许多人连鸡都不如。这是一张中国鸡王争霸榜，天山雪鸡、太和乌鸡、文昌鸡等鸡中王者都在榜上，而主角清远鸡则是鸡中的战斗机，近年风头正盛，大有问鼎中国第一鸡的气势。清远鸡的祖先是岭南野生原鸡，骨子里刻着斗鸡基因。它们体型如楔形，脚细头尖，轻轻一蹬就能飞出10余米，翅膀一扇便能跃上高墙枝头，被当地人戏称草上飞。正宗清远鸡住在天然氧吧，每日啄食昆虫，畅饮山泉，微信运动步数每天轻松过万，堪称鸡中健身狂魔。养殖130天以上的老江湖，肌肉纤维紧实如运动员，所以清远鸡也叫清远走地鸡。与之对应的是那些住在格子楼公寓大规模养殖的白羽鸡。这是宝宝清远鸡，这是女士清远鸡，这是男士清远鸡。下面是清远鸡的房产，旁边还有用鸡毛做的鸡毛掸子。这个展品对小孩游客似乎不太友好。清远鸡中的母鸡要150天以上才上市，去世公鸡需要250天以上。自从知道去世就是雄性阉割之后，很难再从容面对这个词，大势已去。清远鸡文化馆里最有看点的便是这张照片。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，清远鸡被作为国宴菜招待尼克松。尼克松品尝后赞不绝口，并询问起这是什么鸡。因为国宴上的清远鸡都是选的没生过蛋的小母鸡，翻译一时不懂怎么用英语翻译，他不好说出处女鸡这个词，只好把这层意思小声向周总理报告。周总理灵机一动，便对尼克松说，这是清远一只公鸡的未婚妻。尼克松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们美国的鸡没那么好吃，原来是要吃掉人家的未婚妻。这次尼克松在访华过程中还有一个名场面，就是尼克松轻描淡写地提起美国的核武库能毁灭地球10次。周恩来总理淡淡地说，中国的核武器不多，毁灭地球1次就够了。在清远鸡文化馆里，我居然还发现了用来舞鸡的鸡头。
在文化馆与飞来湖之间有几十块石头，上面全部刻着各种字体的鸡字。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麻鸡欢乐世界的游乐场。总而言之，这里满眼都是鸡，完全是鸡的世界。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吃鸡，回国后就开始偷鸡。4个月后的一个凌晨，尼克松竞选团队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为首的5人，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，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。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。1974年8月，尼克松因面临被弹劾的局面而宣布辞职。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丑闻而宣布辞职的总统。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个湖叫做飞来湖。清远有许多与飞来相关的地名，如飞来峡、飞来寺、飞来路等。飞来湖宽阔而静谧，湖心有游人泛舟，清风徐来，吹皱了湖面，于是光影也被歪弯了，弯弯曲曲，明暗深浅交替，把夏天揉碎了藏进这2维的线条画中。清风也吹拂了我的手臂和手臂上的汗毛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的汗毛现在竟然如此稀疏。要知道，我小时候被同学叫做长毛怪，手臂上最长的汗毛达到5厘米，而且非常浓密，蚊子想下嘴吸血都很困难。我因此极其自卑，觉得自己是个怪胎。没想到人到中年，童年困扰我的难题被时间自然而然地解决。但此时此刻，我并没有半点愉悦，反而充满了遗憾和嗟叹。毛发变得如此稀疏，说明体内雄激素水平在急剧下降。只能感叹，时间真像一把杀猪刀，不但杀死了我的青春，还刮去了我的汗毛。有必要声明一下，观众请勿过度推测，本人各项生理功能极其正常。现在我最羡慕的应该就是这位身穿红衣脖子上兜着口水巾的男士，他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和土方工程。这位戴着白色帽子开着敞篷车的男士被几位身穿古装的女士所吸引。我特别欣赏热爱生活的人们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都不是天生丽质，也不能永葆青春，但都有追求美和美好的权利。我从来不认为东施效颦是一个贬义词，谁说只有颜值高的、年轻的才有资格打扮和展示？热爱生活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价值，每个人都会因此获益，因为热爱生活的人大概率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。不细心的朋友一定能发现那位戴着少数民族帽子的奶奶。清远市是广东省市居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。清远有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，少数民族有瑶族、壮族等。多年前我学车时去过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，当地原始的风貌曾令我大吃一惊。老年人全部都穿着传统服饰，村落贫穷而原始，很难想象这是离广州如此近的地方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正式吃鸡了。这是清远市非常著名的一家餐馆，已经开了20年。因为店开在天桥底下，于是店名就叫天桥底，招牌菜便是鸡包。使用的是传统的炭火炉，鸡当然是清远鸡。这个鸡包108元的价格还算比较亲民，味道当然是不错的，但无奈我的牙口不好，近几年来拔了1颗智齿，有2颗牙裂，进行根管治疗后戴了全瓷牙冠，半个月前发现第3颗牙裂，如今正在根管治疗过程中。我作为一位中年小伙，已经初步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。我现在觉得，即使接下来人生取得巨大成功，我能真正享受的东西已经很有限了。吃牙不太好，而且低密度胆固醇有点高，已经没有放肆大快朵颐的想法了。住，现在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到卧室小财聚气的道理。行，我的奔驰开了5年，反而更喜欢出门打车，更省心省事。至于色，下次有机会再讲。这里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文旅项目，场地上众多的甲壳虫汽车，以及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猜他们应该是当作婚庆车使用。我想不通，大众甲壳虫这么经典的车型，怎么会沦落到停产的地步？我个人感觉，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，燃油老爷车的价值也在不断降低。当一个东西变得不酷的时候，它的价值就会大幅的回落。旁边巨大的清远2字是专门供人们拍照的。
旁边还有我爱凤城。清远被称为凤城，主要是因为一个传说。相传清远城曾洪水泛滥，有青年渔民张毅救了几只小凤雏，后来有凤凰为感恩，飞来让灾民通过其身体爬向高地，许多灾民因此获救。人们为纪念人凤相救的传奇，便把清远城称作凤城。如今清远因鸡而闻名，跟凤城这个称号莫名的契合。在旁边发现了一棵开着紫色花朵的树，非常漂亮，每一朵花都像一只紫色蝴蝶，如果让我给它起名字，它一定叫蝴蝶花。接着我来到了北江边。中国的城市绝大部分都建在江河的旁边，那些没有江河穿流而过却形成繁华聚集的城市都是极其幸运的。北江属于珠江水系，按照我狭隘的观点，总感觉珠江水系非常纷杂，短短的珠江却获得了这么大片水系的命名权，大概是因为珠江两岸太有钱了。运沙船一艘艘从桥底驶过，桥上车流不息，岸边的木棉花树花已经掉得差不多，树叶开始生长。广告牌把无人的江岸小路和喧闹的小城生活隔开，一群树叶却在忘我的迎风起舞，庆贺他们生命中唯一夏天的到来，这是他们最青葱的岁月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的歌曲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，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谜。